哎，大家好，我是 Seven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这几年一直都在上海工作和生活，经常会跟不上别人的消费习惯。我上班的第一天，同事热情地邀请我一起点外卖，说一起吃个三明治。那年我24，三明治58，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贵的三明治。但是你们放心，朋友们，我并不是要讲一个我很穷的话题，因为穷人脱口秀这个赛道太拥挤了，我就不点名了。我是抠门赛道的。我总觉得自己不配花钱享受。我这个同事叫我一起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也是，他问我2080的内场和480的山顶想坐哪儿，我说我想做保安，站着还能挣150，但是后来也没真去，因为想了一下，在手机里听也一样，毕竟腾讯 QQ 音乐杜比全景声的音质也很好啊。你们听得出的，我想挣的比150更多一点。我不是天生抠门，是因为从小我家里人喜欢跟我营造那种家里不容易的氛围。我有时候正看电视呢，我妈就突然开始跟我说：“儿子，咱家砸锅卖铁也得送你去补课班。”至于砸锅卖铁吗？不是应该先卖电视吗？就我家没事就砸锅。我上篮球班，我家砸锅；我上英语课，我家砸锅。但是我家锅从来没少过。我说妈妈，咱家这是空气砸锅呀。但小时候没什么判断力，就是大人说什么我就会相信什么。我真的一直以为我家可能挺困难的，我甚至偷偷幻想过，是不是我妈每次送我去完补课班之后，自己都会蹲在角落里吃窝窝头。当时很担心我妈的身体健康，我偷偷去翻了她的体检报告，我妈有脂肪肝，很受震撼。我家怎么穷得流油了？而且我其实隐隐约可以感觉到我家条件可能没有那么困难，可能还行。因为虽然我家里人很少带我去饭店吃饭，但是我家总会莫名出现带有饭店 logo 的纸巾。我当时还以为全聚德和东来顺是心相印的竞品。我问过我妈，妈妈家里为什么有这些饭店里的纸巾？我妈说是进去捡的。我也不明白她怎么吃出脂肪肝了还要骗我。她倒是也确实需要减脂。这个还挺精妙的但是认真的聊，朋友们，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。就你小时候被穷养之后，长大之后是很难富养自己的。我花钱的时候会很有负罪感，我自己赚钱之后想解决这个事儿，我准备狠狠消费一把。我去买了和我最喜欢的 NBA 球星合影的名额，德里克罗斯，有点过气了是吧？2800块钱。我以前从来没花过这种钱，因为这种球星的见面会一般也需要很多保安。刚买的一瞬间很开心，但是等着合影那几天，心里又开始想自己是不是不应该给自己花这么多钱。心里两个小人开始打架，小白人说太贵了别去了，小黑人说一定要合影。这里的黑和白不代表对和错，小白人代表着我的金钱观念，小黑人是德里克罗斯。我后来还是把那个名额给转出去了，因为仔细又想了一下，好像自己最快的事情也不应该值2800。后来又看到了那天活动时候罗斯和球迷们的合影，很羡慕，又开始自我反思，就自己怎么能把自己的快乐这么转出去呢？为什么花钱总这么有负罪感？根深蒂固金钱观真的没法改变吗？幸好卖了3200。真的很困扰。我问了也买了那个合影名额的朋友，就是他为什么舍得花这个钱？他说他以前也舍不得，但是他现在有个很灵的办法。他说你可以把那个银行卡的扣款信息关了。我也没有想到他这个灵是掩耳盗铃，把银行卡的扣款信息关了，很小众的词汇，现在赚钱多不容易。我周围靠谱的朋友们都在那儿研究宏观经济学，研究微观经济学，他关了经济学。
我一直在吐槽我朋友，但是他跟我说你也别光吐槽我啊，你也试一试。我试了，其实有点东西，负罪感真的消失了，存款也不见了。但是认真的说，我后来想了一下，我真的过得更快乐了，因为就把扣款信息关了这个方式，可以让你忘掉自己花掉了什么，而是更在意自己得到了什么，是不是还挺有哲理的？我就是这么劝我妈的。啊，我说妈妈，你把扣款信息关了，你的人生会更快乐的。我妈说你是不是想盗刷我银行卡？咱家不用这样，儿子，你想要啥，妈砸锅卖铁都。我真的比原来更敢花钱了，一方面是那个掩耳盗铃真的很好用，另一方面是也想清楚了一些本质性的道理，就我再怎么攒钱，我也攒不到自己财富自由的那一天，应该对自己好一点。我又打开了外卖软件，准备给自己买那个58块钱的三明治。今年我26，三明治78了。啊，我讲完了，各位朋友们。那我也拍一个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山河，你们好吗？好，感谢大家啊！其实今天呢，想跟大家聊聊我妈。我妈是标准的事业型女强人，她是做销售的，卖护肤品，很专业，从微信头像能看出来。红色西装，浓郁彩妆，双手抱胸，最强微商。哎，我妈每天都要发那种很励志的朋友圈，她每天要研究很久。今天早上发了一条，还挺好的，说既要注重内心修炼，也要懂得装饰门面，内在被人看好，外在被夸好看。哇，文本型微商，微商界的孟川。我妈有时候走火入魔了，给我发微信也不叫我女儿了，叫我女人。我前2天我说这轮比赛压力太大了，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。我妈发来一条说：“女人，你要不断进步，不走弯路，全力以赴，就会很酷。”我说妈，咱别干微商了行吗？你去新说唱吧，比和阿曹强多了。不知道他想了多久，晚上又发来一条，说努力是你的底气，自信是你的资本，微笑是你的标签。我说这一段是我的稿子。虽然我们现在在调侃微商女强人，但我妈真的是白手起家，从一个纺织厂女工做到一个女高管。她现在很厉害，她有自己的团队。我没有见过凝聚力这么强的团队。你像我们讲脱口秀跑上来说大家好，我是山河，你们好吗？观众就给个面子说好，人家那个团队不是好，人家是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来一遍吧，我们来一遍吧，来一遍，这个很解压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绝对有人干，绝对有人干，还知道拍着手。我真的是很佩服我妈的，我觉得她在工作里面真的闪闪发光。我特别想成为她那样的人。我小时候最爱干的事儿就是去我妈单位，你们懂那种感觉吗？领导的女儿来了，哎呦，那种虚荣心，那种子凭母贵的感觉。所有员工就围着我，什么都没干，开始夸我，说：“哎呀，一看就优秀啊，一看就是当班长的料。上回考多少分啊？58，那也很优秀啦。我们也很喜欢你。”哇，我当时就觉得，难道这就是明星被捧红的感觉吗？有流量但没作品。但我越长大越发现，好像工作里的我妈妈和家庭里的我妈妈不太一样。她前一秒朋友圈刚发完，说：“女人，你最大的靠山不是完美的婚姻，是挣钱的自己。”转头跟我说：“你爸心里绝对没有我了，不爱了。你现在给你爸打电话，你就说我病了起不来了，你让他回来看我。我很讨厌让我在中间传话，我每天过得跟《甄嬛传》的宫女一样。皇上齐嫔又梦魇了，快回来瞧瞧。”次数多了，我爸也不信了，回答跟皇上一模一样，也不痛快就找太医。其实后来我知道了，就是我妈就是想让我爸主动关心她、爱她，她不会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。我
我就说那你直接说嘛，你把你工作上的气势拿出来，你每天揪他耳朵，你说每天关心我好不好？他肯定说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但是我妈就算这么优秀了，我爸还是很传统，老在酒桌上抱怨，说你看我这腱鞘炎，都是做家务做的，我们家那口子娶回来没给我洗过衣服做过饭。我说你这腱鞘炎不是打掼蛋打的吗？衣服不是洗衣机洗的吗？你地不是洗地机拖的吗？我爸不高兴了，说你稿子写完了吗？你上那个破节目你挣到钱了吗？我说然后呢？说呀，你继续说呀，你再多说2句我就挣到钱了呀。但更让人生气的是，我妈好像也觉得我爸说的对，她觉得她就是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。那天过后不管多累都要给我们做饭，哎呦拦都拦不住，那个饭做的呀，怎么说呢？那段时间我都瘦了，我特别想吃预制菜。但你别看我现在在台上讲啊，觉得我妈好像不对，对吧？她被规训了，好像显得我女性意识很强，怎么没有？其实我之前是很受这种思想影响的。我身边任何的女性，包括我们家所有的长辈女生，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什么女性意识，你要独立的，没有。我原来是很相信我妈的，我妈说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啊，她就说女人嘛啊，最厉害的就是在外面能挣钱，回家也能照顾家，外面是大女人，回家是小女人，女孩就是仙女棒，变大变小变漂亮。但自从我来了这个舞台，看到这些脱口秀女演员，我才知道好像女生不是那样的。我第一次见王大刀的时候，我没敢跟她说话，她不是仙女棒，她是金箍棒。我妈真的很在意女孩的外貌，每次看我的节目都说：“你看你胖的啊，你要知道形象走在能力前，好看是最重要的。”布姐说：“你快吃吧，这裂开的烤肠是最香的。”而且不怕丢人啊，真的不嫌丢人。我之前一谈恋爱，跟我妈那个死出一模一样，每天见我闺蜜就一个话题，聊男人。哎呦，她怎么不回我了？我该怎么让她回我呀？我要不再给她花点钱吧？闺蜜说：“你别说话了，你看看病吧。怎么恋爱脑是走不了医保吗？如果哪个国家恋爱脑能走医保，都是因为你破产。怎么国破山河在是这个意思是吗？”我很感谢他们啊，让我有一种归训未遂的感觉。真的，前2天我妈又给我打电话说：“你看你一个人在上海，也没有男朋友，没有个依靠，这样妈不工作了，妈过来照顾你，给你做做饭什么的。”我说：“嘿，hold on，不用。”我带她去迪士尼玩了，我想让她做自己，快乐一点。我没有想到我妈50多岁第一次坐过山车，一点都不害怕，在最高点2个手伸上去了。哇！我当时她那个背影给我4个字：大展宏图。我真的很替她开心。她下来也说：“哇，好久没有这么释放过了。”又突然跟我说：“哎呦，你不能学我，你这样找不到男朋友啊！你要装害怕，你要示弱啊！男人喜欢这样的。”我说：“如果一个男人不喜欢我，是因为我坐过山车不害怕的话，那我有点害怕这个男人了。”我妈又来那一套，说：“那女人就是这样吗？外面是大女人，回家是小女人，这才是完美的女人。”我说：“这一会儿大一会儿小，这哪是完美的女人？这是漫威的蚁人。”我妈说：“那我怎么办？那我就在家跟在外面一样吗？都当母老虎，孩子也不管了，家务也不干了啊，不顾家，光顾着挣钱。你觉得这样女人好吗？”我说：“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”谢谢大家，我是山河，谢谢你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小丽 ，Hello。第1期节目播出之后，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没有烦恼。其实烦恼就跟青春一样，我曾经有过。我现在已经不年轻了，但我身边有很多年轻的朋友。前几天有个朋友拿手机给我看，他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网上好多好评都在夸你。”我不好意思跟他说，我已经看不清了。是的，我开始老花了，但这都还好。我最大的困扰就是我跟年轻的朋友出去，别人会误以为我是他妈。有一次我跟朋友逛街，过来一个发传单的跟我说：“阿姨，你女儿好漂亮啊。”我说：“啊，你刚刚是不是捅了我一刀？”还有一次跟朋友出去旅行，办入住的时候，前台说：“你跟你女儿住一间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是她妈，我们都不是一个姓。”说完之后，我才发现我跟我妈也不是一个姓。
那时候我才意识到，要证明我不是他妈真的很难。后来为了应对这种情况，我跟年轻的朋友出去，我都会刻意打扮一下。有一次我打扮得特别漂亮，跟朋友出去逛街买衣服，店员跟我朋友说：“哎，你妈还挺时髦。”就这些事情搞得我特别敏感，一有风吹草动，我都会有过激反应。有一次，我跟一个男性朋友去花鸟鱼虫市场看金鱼，他在这边，我在这边。老板说：“你儿子还挺喜欢金鱼的。”我当时那个火一下就冒出来了。我说：“他不是我儿子，他都已经30多了，我怎么生得出来这么大的儿子？”老板当时吓坏了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。然后我一低头，发现旁边蹲了一个5、6岁的小男孩。我一下清醒了，我刚刚是不是疯了？太尴尬了，我领着小男孩就走了。为什么呀？没有开玩笑的，我是自己走的，都没叫我朋友。还有一次跟朋友坐地铁，有个小伙子起来给我让座，我说：“你为什么给我让座？你是不是以为我是他妈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我到了。”莫名其妙。这些事情真的很困扰我，我甚至去咨询了医美。工作人员说我需要改善泪沟、法令纹、抬头纹、鱼尾纹、毛孔粗大、苹果肌下垂、脸垮。我越听脸越垮。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让人不开心的词汇？他说：“你知道做什么可以改善这些吗？”我说：“我知道啊，离开你。”可能做医美真的有用，但我觉得做人不能光顾着自己，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你们想一想，要是我这个年纪了还年轻漂亮，那别人的压力得有多大？我真的是为了别人一直在坚持脸垮。我真的太伟大了。我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关心着别人的心理健康。你们赞美那些好看的，你们也应该赞美我呀。你们看到好看的，你们说哇，姐姐好有少女感；你们看到我就应该说哇，姐姐好有责任感。然后我决定不做医美，我要自然老去。我希望别人一看到我就知道我不年轻了，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。毕竟我出生的时候，香港还没有回归，苏联还没有解体，中国还没有医美。这次上节目，服装师给我搭配衣服，他说这边留一点可以显腰细，V领可以显脖子长，衣服拉出来一点可以挡住小肚子。我说啊，那我不是所有的缺点都被挡住了吗？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一个45岁的女人还脖子长腰细没有小肚子，那我还怎么体现我的责任感？这样吧，脖子我可以妥协，但小肚子总得让我展示一下吧。这衣服是我上台前自己塞进去的。服装师还给我建议说，他说你上节目还是得穿内衣，这样可以收副乳。我说什么是副乳？他就这样比划了几下。我说哦，这不就是腋下的肉吗？叫什么副乳？怎么让人不开心的词汇又多了一个？这些词汇能不能消失啊？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珍稀动物消失，为什么该消失的不消失？能不能拿副乳把孟马象换回来呀？我前2天看节目卡段，发现自己好好看，好看到我都有点愧疚，我是不是没尽到责任啊？我年轻的时候没有泪沟、鱼尾纹、苹果肌下垂，但那个时候我却觉得自己不好看，直到前2天整理照片，我才发现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个美女。我当时怎么不知道呢？
为什么人在最美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美呢？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这句话我不同意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丑女人，只有反应慢的女人。就看你什么时候承认自己美，也许是现在，也许是20年以后。我说了这么多，肯定有人还是不承认自己美。干嘛呀？明明大家都很美，就是打死不认。这样吧，我先带个头，我是美女，我认了。我也劝大家一句，放弃抵抗吧，早晚都得认。认了你就轻松了。再有人拿出什么超声炮、热玛吉、黄金微针这些刑具出来，你就说我是美女，我不需要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丽。280、290，来劲儿了！这个下来的人可不好打呀。哥几个准备吧，阎王点名了，他们开始动起来了。1楼、2楼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浩，欢迎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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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看过我演出的观众可能知道，我在舞台上还挺蹦蹦跳跳的哈，但其实我生活里边是一个没有那么自信，比较容易觉得羞耻的人。这个赛段很激烈，我豁出去了，我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我的羞耻时刻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吗？可以。比方说，我很长一段时间会因为我的口音羞耻，因为有一个朋友说，你说一句四川话就把奢侈品喊出了路边摊的感觉，我当时就说了一句，我想买个香奈儿。对不起，毁了大家心目中这个品牌啊！所有观众晚上睡前都会飘过来一句香奈儿。我也会因为我自己脸上很多痣感到羞耻，从小就很羞耻，我脸上痣特别多，一共14颗，又脏又乱，都没有长在好看的地方。有多乱？我小时候曾经试图一笔把它们连起来，是一个 biang biang 面的 biang 字。最早嘴角有个很大的肉痣，开刀取掉的。我从小很自卑，我从来拍照都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就想挡一下，我想挡一下。我们班主任觉得这个小孩3年级这种油腻了啊，没有，我就想挡一下啊。所以我后来看到一个男生如果拍照是这个样子的，我就知道他的人中肯定不干净。这个梗还挺傻的啊，2楼快看一下啊。我是前年去泰国旅游的时候，顺带把脸上的痣给取了。回国恢复好以后，我马上请那个最好的发小吃饭。大家能够理解我的那种凶心吗？对吧？我希望哥们儿一见我就是哇哦，贾浩，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举完之后哇哦，吃了1个多小时，他完全没有看出来。我取了14颗痣啊，给我急的。我说你离我坐近一点，你仔细看看我。我贾浩，我一直把你当兄弟。我说不是，你没看出来我少了点什么吗？我前段时间去了趟泰国。我取痣去了，羞耻。我之前去学个爵士舞，我也觉得很羞耻，因为这帮演员朋友知道我要去学跳舞，他们要组团去看。他们看我跳完说我跳舞掉针。又夸我的，又夸我的，又夸我的，说我跳舞像小佳。我说你闭嘴吧，小佳。后来才发现学爵士舞其实挺费钱的，买舞蹈课花了50，买他们手里拍的视频花了300。羞耻！我有一个事情最羞耻，从来没有敢在舞台上讲过。就很多年前，我曾经被一个制片人指着鼻子呛说：“贾浩，你长相太一般了，不会有观众喜欢你的。而且你贾浩这个艺名太难听了。”我都没敢告诉他是真名。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听我爸妈说，当时起名字就2个选项，一个叫贾浩，一个叫贾自强。自强这个名字其实还可以，但我姓贾呀。
哎，贾自强，你不如叫我真堕落啊！最近一次羞耻是前段时间出差坐飞机，我当时左边坐了个男生，右边坐了个女生，飞了一会儿，那个女孩子靠着我肩膀睡着了，我当时很不好意思，很紧张，不敢动，怕吵到她休息。但过了一会儿，我左边的男生也靠着我肩膀睡着了。哎，我第一反应就是 How dare you！ 你妈有没有教过你什么叫做边界感？别人跟我讲缺教，你缺教育啊！我好嫌弃，我恨不得把左肩膀卸下来放到右边啊！大家都知道，你要温和的表达嫌弃，你就，你想强势一点就嘿，你想先礼后兵的话，你就嘿。那哥们儿没有反应，我就没有再教他，我轻轻挪了一下我的肩膀，他就醒了，因为我学过爵士舞嘛。来，爱尔兰的朋友，那哥们儿说怎么了？我说气流颠簸。他不知道这个颠簸其实很难的，因为你要保持右肩平稳，姑娘在睡觉嘛。你的左肩要不断的颠簸，很难的，是我花了350学来的啊。而且当时那个场景必须把他摇醒了，因为一左一右靠着我睡着的时候，空姐走过来了，我好羞耻啊！我从空姐的笑里边读到了疑惑、释然和我懂的。我就在想，这个场景但凡被人拍下来发到网上，营销号一加工起个什么标题，震惊万米高空贾浩居中，谱写脱口秀燃冬。关键这个男的我不认识他，为什么靠着我睡着了？除非这个男的是周杰伦。哎，如果杰伦靠着我左肩膀睡着了，我会冲着右边的姑娘，嘿。周杰伦坐旁边你都睡得着，但如果右边坐的是刘亦菲，我会把杰伦摇醒，来唱个可爱女人。本来这个段子到这里，但之前有个演员专门告诉我说，浩哥你这个段子有逻辑漏洞，有没有可能周杰伦和刘亦菲只坐头等舱啊？给我气的，我有没有可能我坐的也是头等舱啊？他都没有冒犯的意思，头等舱没有3个人。你做过就知道了啊！你这个刚好可以写段子。你看，在所有脱口秀演员眼里，你的羞耻、难过、尴尬都是素材。失恋了，好素材；裁员了，好素材；股市崩了，天降素材；残疾了，顶级素材。所有最坏的安排都是最好的素材。所以天将降大任于脱口秀演员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这就已经能写2篇稿子了。然后再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这就4篇稿子能进半决赛了，红了。然后有的人行拂乱其所为，塌房了。而且哪怕你说一句说，哎呀，这些素材我不想讲，他们一句话就能说服你，你不讲我可以讲吗？之前我的好朋友何广智踢球韧带断了，躺床上最颓废打不起精神的时候，我3个字就让他打起了精神，我说你写吗？他当时就站起来了，他3个字也让我打起了精神，他说贾自强。所以你看这些羞耻说出来大家笑一笑，我们心里的羞耻也会消解很多，好像翻篇啊。所以我讲脱口秀8年了，我觉得没有什么羞耻是脱口秀不能去回应的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让我有机会再回去看到那个制片人，他再对我说贾浩你这个长相太一般了，我会说那你是没见过其他人。他再说贾浩你这个艺名太难听了，我会说我说话还不好听呢，香奈儿。他再说没有观众会喜欢你的，我会说会有的吧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贾浩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志胜。
给大家聊一下，其实上一轮我表现不好，差点淘汰，很凶险。要不是有黑幕，就真的淘汰了。我其实觉得我可以接受3轮淘汰，但我这比到第4轮，发现连小块都还在，我还是得在呀。上一轮小组赛3v3，我们组就想着田忌赛马，就先派出了下等马小块，麻痹一下对手。结果下等马超常发挥，赢了60多票。我和我另外一个队友自信满满上去，输了70多票。都怪小块激怒了对手。我和另外一个队友迷惑住了对手，他们打完都没找到我们的上等马，对手都懵了，说怎么下等马下面还有马呀？太棒了！观众也很懵，觉得智胜怎么会讲成这样？因为还是能天天都能刷到智胜去开房门的嘴泡的。这就跟上学的时候，你能理解一个人考30分，但你不能理解他天天熬夜学习考30分。那些嘴炮的观众们也都很善良，但是字里行间你也知道他是啥意思。就嘴炮下边还有人问说智胜好不好笑呀？观众说智胜站在那儿就很好笑了。还有人追问说那段子了，说哎呀看见智胜就够了。观众看我的心理就跟我妈看我是一样的，就她看我在节目里讲脱口秀，其实也不懂这孩子在干嘛，但看着就是开心。但我每过年回家，只要待超过3天，我也没干啥，她看见我就开始生气。我妈就不适合看线下。而且她还老是想知道网友都是咋评价我。当时我不是演那个戏吗？不是有很多评价吗？但他不认字儿，他就让我爸把那些评论都念给他。我爸也老实，就给他说网上都说咱儿子台词不好，说话有口音。我妈真的听完很着急，给我打电话说儿子，我觉得你台词没啥问题，我全都听懂了。我觉得他们都有口音，就你没口音。我能这么快乐，真的是因为我有个不内耗的妈妈。我现在来上海，我妈就很关注上海，经常看网上的消息。她也不知道真假，跟我说听说在上海得天天喝咖啡才能落户。跟我说这落户也太难了，啥人能天天喝到咖啡？我说打工人。因为我妈就觉得咖啡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。小时候我家亲戚给我家送了一罐咖啡，我妈那平时都不舍得给我喝，那都是我感冒的时候才给我喝，效果特别好，病是一点没好，但人可精神了。医生当时还说生病了就得多休息，我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呀。我现在也不喝咖啡，我还给我妈开玩笑，我说这都是原生家庭造成的。我妈听完这想了半天，说啥叫原生家庭呀？我还得给她解释，我说就是家庭会给孩子造成一些伤害啥的。我妈就急眼了，说我生你还生错了呗？我说不是，你是养我的时候没养好。她说那没养好你咋长这么大的？我说妈，刚刚这个就叫原生家庭。真的一般聊原生家庭都说上一辈有问题嘛，我妈说你不是上一辈有问题，你是上一辈子有问题，你投胎没投好，你赖谁呀？我都急了，我说我这不是原生家庭的问题，是原生阎王有问题啊。原生阎王什么东西？而且我妈也不管这些什么新鲜词儿，什么哀人、艺人、农人、蛋人，在我妈眼里，在地里干活的就是哀人，骂骂咧咧干活的那就是艺人。农人蛋人在我妈那里也很好区分，下地里种的就是农人，去鸡窝里掏的就是蛋人。我妈跟我说什么哀人艺人，嘴长你身上，该说的时候说，不该就不说。
很简单的道理，我发现很多人都不懂。我经常一个人走路的时候，有人过来合影，说没想到你私底下这么安静。我走个路能怎么不安静？我边走边给自己导航，前方50米左转。我觉得那些觉得艺人就该时时刻刻活跃的，就该学学我妈，要么学学英语。学过英语就会知道，艺有时候可以不发音。真的，参加这个比赛也是，我妈说比好比坏跟种地似的，都有收成好、收成不好的时候。但最重要的就是该下地下地，地不能让它荒了，地只要不荒，你就能一直当一个脱口秀能人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志胜。等起来了，等起来了。哎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侯志源，我就是刚才志胜说的另一个队友啊，一起输了70多分，很焦虑。我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，我平时喜欢刷短视频来缓解焦虑，但我发现有些短视频，它标签写的是对抗焦虑，但你看完更焦虑了。起一个标题叫什么“北大高能量男孩的一天”，整个视频就在介绍他的名校经历、大厂工作、环球旅行。视频结尾他跳出来跟大家说：“其实这些不重要，做你自己就很好。”说实话，刷到他之前，我只是单纯的焦虑，刷完直接崩溃。整个视频翻译过来就是：“我过得很好。”所以你别焦虑，我焦虑是怕你过得不好吗？谁会看到别人过得好就自己开心了？范仲淹吗？只有他后天下之乐而乐。哎，每次看到这种精英博主的视频，我是真难受，因为他们报喜不报忧，这不是给爹妈打电话的思路吗？咱也没到那层关系。我说你是一点忧都没有吗？真正的精英不是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吗？你多少给我报点忧呢？我就爱听这个 I love you。 关键我一直点击不感兴趣，选择原因是内容引起不适，平台还是给我推，感觉这是他们新出的功能，叫猜你膈应。我不爱看这些，是因为我总忍不住跟他们比较，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。我爸妈小时候就一直让我跟别人家小孩比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看看人家。我中考失利了，看看人家；高考失利了，看看人家。直到我考研去了北大。谢谢。我觉得终于可以不用出去看看人家了，可以回去看看家人了。但是我发现学校里更逃不开跟人比较。我以为北大是我的世外桃源，没想到桃源深处有人家。哦，这个好。我在我的本科复兴矿业学院啊，就算是一个聪明的人，跟北大的同学一比，算是一个聪明的猴。我缺的都不是文化，是进化。北大有些课程是全英文授课的，跟不上。我能听懂一点，但不会说；我能接收信息，但传递不了信息。我的英文水平有很强的保密性，就感觉我是老师的好闺蜜，无论她告诉我什么，我都不会说出去啊。哎，有的时候听都听不懂了，但也不好意思问啊。当然我也不会问啊，我只能四处观望，想找另一个猴。突然跟我同桌眼神对上，我都要感动哭了。我赶紧过去问他，我说这讲的啥呀？他说对呀，这讲的不是学过了吗？我决定换一批同学，比上不足，咱就比下有余。我决定去蹭大一本科生的课程，不是很顺利，属于降维被打击。我去听的是大一的计算机基础课，那个大一的教室里坐的都是各省的高考状元和我。
啊，我们分别来自光华管理学院、信息科技学院和复兴矿业学院。你说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老师讲的第一个知识点，居然是电脑的开关机，给我听懵了。我说这不是网管的技术吗？老师的解释很感人，他说因为有很多孩子是从山里考上来的，这堂课有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接触电脑。既然我们叫计算机基础课，就要从基础讲起。给我听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太震撼了。我没想到北大状元不过如此。听完我就决定逃课，走之前还跟我同桌说，我说这讲的不是学过了吗？这讲的。连续逃了好几节课啊，因为鼠标我也会用，打字也很熟练，一直到了期中我才去听第2节课，已经讲到人工智能了。这是什么学习速度啊？开学刚走出大山，半个学期走进硅谷了。我感觉1堂课下来，我们班已经完成了社会分工，他们负责智能，我负责人工。毕业我就去当网管，因为我就学过开关机。学不过，我想那我就比玩啊！我有兴趣爱好，我爱爬山，我曾经登上过第1高峰啊，阜新第1高峰啊，叫乌兰木图山，海拔831米。咨询报名北大的登山社团，说现在报名可以参与寒假活动，攀登可可赛级门峰，海拔6178米。我强装镇定问我说有缆车吗？我没想到社团活动我也跟不上，我不死心，问了一下明年的寒假活动是登珠峰。我说按这个强度，你们后年是不是要登月？这怎么不从基础开始教了？你不考虑山里来的孩子了吗？他们老家的山难道叫喜马拉雅山？我那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。我梦到他们开始全英文登山，这帮小天才到了山顶，突然掏出电脑，开始学习计算机技术，看着周围飘过的云层，一拍脑门，哎呀，我学会了云计算。精神已经不太正常了，能看出来，因为我学不明白，也玩不过，感觉心里很受挫。我就打电话预约校医院的心理咨询，老师跟我说心理咨询要排到2个月以后了，因为现在大一入学的新生差不多都得抑郁症了。我真是服了，怎么得抑郁症的速度也比我快啊？这是真精英啊！先天下之忧而忧了 ，I hate you。读研期间处处受挫，没有任何存在感。我从学校带走的只有毕业证、学位证和抑郁症，找工作也不顺利。朋友劝我做自媒体，说我好歹有个学历。我说我这个状态能给人家分享啥呀？他说你得包装啊，谁知道你实际啥样？你先发个帖子试试呗，标题就叫那个北大高能量男孩的一天。我不想欺骗自己，我说比不过就比不过吧，焦虑就焦虑吧。因为其实这些不重要，做我自己就很好。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不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陆军，大家好。前段时间不是一直在下雨吗？哎呦，吓得我一出门就想跟人聊天气。一个陕西人搞得跟英国人一样。其实我不喜欢下雨，因为小时候我家一直住的是平房，只要下雨就漏水，而且一下雨我妈就对我爸骂骂咧咧。我那个时候就知道我不喜欢下雨，我妈不喜欢我爸。一到雨天，我妈就得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放地上去接，你听多了都能区分出他们接水时的区别。啪是盆儿，咣是碗，啊是我踩翻了盆我妈打我的声音。那种雨声我很难听，但现在说是叫白噪音了，可以助眠。我用不了啊，因为我小时候住的是4D 的雨景房，不会越听越放松的，会很紧张，但又不敢睁开眼，怕一睁眼天花板给我滴眼药水，又怕闭着眼睛真睡着了，被子从3斤变5斤了。
时家里漏雨太严重了，我就发誓我长大以后绝对不住别墅，我做到了。小时候最怕那种雷阵雨了，这个时候我爸会着急忙慌的抱着一捆塑料布，扛个梯子让我帮忙。哎呦，给我爸扶梯子简直是我的童年噩梦，太紧张了。不知道为啥，我爸老穿拖鞋去爬梯子，老做那种打滑的动作。他每滑一下，我的心就揪一下。我站那儿都开始胡思乱想了。我说，哎呦，如果我要是滑倒了，把梯子铲飞，我爸不就被我发射出去了？哎呦，那可不行！我想保护好他。我甚至把我的脚趾头从拖鞋里面伸出来去抠地，根本抠不住。我越用力，那个脚就越滑。有一次使劲一蹬，拖鞋都变脚腕了。抬头想看看我爸伟岸的背影，没有，只有个屁股。看我爸哆哆嗦嗦上梯子，还挺感动的。哦，父爱如豚，为我遮风挡雨。正想呢，我爸突然说：“来，你也上来。”然后我就看见我爸用2个手指头捏住那个梯子，他在假装扶着，嘴里的烟都没舍得掐，这也太心大了。我一边爬梯子一边想，不是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吗？我妈怎么还不嫁人呀？上去之后跟我爸好不容易把那个防雨布铺好，第2天雨一停，我爸又说走上屋顶。我说怎么又去啊？我爸说太阳把防雨布晒坏，下次没法用了，走上屋顶。所以我不爱听周杰伦的屋顶，什么在屋顶唱着，不可能，周杰伦没上过我家的屋顶，他上去一点唱歌的心情都没有了，因为我家的屋顶上面很脏，有大风刮来的垃圾，有一个坏的太阳能热水器，还能看到有钱邻居家的2楼，雨天还要撑着一个破伞去学校。有一次大风把我伞都吹跑了，但我依然这么举着走。旁边的人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我，不管就这么走。有时候只要你足够坚定，别人就会怀疑自己。对，我就这么抽象。我跟你说，穷人家的孩子早抽象。到了教室，书包都湿透了，把作业本掏出来，纸都粘成一坨了，打不开，很绝望。老师问：“你作业写了吗？”我说：“写了，但你看不见。”老师感觉我在嚣张，说：“那你再写一遍。”我说：“铅笔受潮，写不出来。”他说：“你再这样，我就要叫你妈来了。”我说：“伞在我这儿，他来不了。”所以在老师眼里，我们这一家人啊，穷横的。我那会儿唯一跟外面世界的链接就是看电视。我爸给平房顶上装了一个铁圆形的电视接收器，如果一刮风，电视就会串台。一下雨就没信号。我每天写完作业最期待的就是蹲在电视机前等老天爷上台看。但是一到刮风下雨，那个电视机里的人就会变形。有一次我看的海尔兄弟是3胞胎。我最崩溃的是看《还珠格格》大结局那一天，紫薇跟小燕子不上错花轿了吗？尔康掀开盖头一看是小燕子，哎呦，我家电视滋啦开始闪，我赶紧喊，我说爸快上屋顶。我爸好厉害啊，他上去捣鼓一会儿，直接挑出3个字：全剧终。我说啊，尔康娶了小燕子。我当时天都塌了。我能理解爱情是痛苦的，但是再痛苦也不能乱来吧。后来看情深深雨蒙蒙，何书桓和依萍在雨中亲吻的时候，我一下就敏感了，我太懂依萍的心情了。你说下雨天他俩为啥去路口亲呀？因为依萍家住的也是平房。依萍不好意思让书桓去他家，我懂。如果是我，我也把他带外面。你说这种漏雨的家，你怎么把他带回去谈恋爱呀？啊，人家刚一进门坐沙发上，哎，屁股湿了，刚跳起来盆踩翻了，啊，有点尴尬，想逃离现场。刚一出去，我爸扛个梯子走上屋顶。看到这儿，我就在想，住这种漏雨的家就不要谈恋爱了。对哦，我本来就不能谈恋爱，当时我才6年级。确实，当时有一个喜欢的男孩，我俩一起约好上下学，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家在哪儿，我就告诉了他一个假地址。也就是说，我每天要早起半个小时，先骑自行车去一个假的家门口等他，然后一起去学校，放学跟他一起先回到假的家，我再骑回来。坚持了1个月，我就扛不住了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有2个家的人好累呀。
有一次下雨在家很烦，我就说：“哎呦，讨厌死雨了！我希望永远都不要下雨。”我爸听见，噌站起来教育我：“胡说，春雨贵如油，多少农民等这场雨呢？你懂不懂啊？”我说：“春雨有多贵？拿盆接满可以给我换个新电视吗？”我爸说：“你再顶嘴，我就把电视机关了啊！”切，威胁不到我。下雨天本来就没信号。所以雨天在我的印象里就是狼狈、尴尬，想不到什么美好的词儿。后来我家已经不住那种漏雨的房子了，但我还是很难再去喜欢雨天，就像有人一下雨腿就会犯风湿一样啊，生理反应。我也是，一下雨腿就难受，我想爬高。长大以后我才发现了一个很残忍的真相，其实我家在西北，雨水并不多啊，那为什么我的童年记忆里一直在下雨啊？因为每一场雨，我都实实在在的淋到了。等后来我有了女儿，她不一样，她非常喜欢下雨。有一次雨天，她穿着很可爱的小靴子，打着卡通伞，很开心的在雨里跳。哎呦，我看着她的时候就想，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还好不一样啊。她一边踩水坑正开心呢，突然又很失落，说：“妈妈，玩不了了，我还得写作业呢。”我顺手就把书包扔到了雨里。我说：“玩去吧，妈妈有办法。”谢谢你们，我是魏云，谢谢大家。这是挺感人的，我从来没见过不姐这么柔弱的一面。大家好，我是莫川。这轮比赛确实压力挺大的，成哥为了帮我放松，带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蹦迪。他跟我说里边运动特别剧烈，所以我就换了个运动 T 恤。但是进去之后发现我那个运动 T 恤不知道是用的劣质洗衣粉还是晒的时间长了，在那个黑咕隆咚的夜店里边发着紫色的光，胸口4个字母 ANTA 特别明显。而且那个夜店里边声音太大了，我为了保护我的耳鼓膜，所以我全程都是张着嘴的。结果路过了一个喝多的哥们儿，往我嘴里边扔了把瓜子皮，而且他们还会在舞池里边排火车，我是排了15分钟才知道，不是排队上厕所。更难受的是出不来了，因为我穿着那个发光的 T 恤，他们把我当火车头了，推着我满场到处走，我还回头试图跟后面那个哥们儿解释，我一回头那哥们儿指着我衣服下面底下那行小字说 keep moving keep moving。幸好最后还是找到了厕所，还成功把火车开进去了。今年压力确实大，而且会感觉到脱口秀会受到 AI 的冲击，因为今年春晚已经用机器人开始转手绢了，已经威胁到2人转演员了，唇亡齿寒。我还问 DeepSeek， 我说随着 AI 的发展，脱口秀行业最先淘汰什么样的演员？他告诉我文本型的演员。更恐怖的是，我问他最喜欢的电影，他告诉我是《终结者》。我觉得中国能拍自己的终结者，就是公元2030几年，DeepSeek统治全球，然后人类反抗军只能派人传送到公元2007年，把 DeepSeek 创始人梁万峰的高考志愿给改了。我现在其实能做的也有限，我现在就是把节目里边所有观众笑不出来的段子，都喂给 DeepSeek。我告诉他这些很好笑，我污染他的训练数据。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我给车轮偷偷放气儿。而且不干脱口秀也没啥能干的。现在好多人的人生轨迹就是像我这样36、7岁，有经历有经验，跳槽到一些互联网大平台送外卖，然后到50岁再找一个机关事业单位当保安，对外宣称是某某单位处级干部，完成山东人的人生梦想。然后有亲戚来托人说，哎，听说你能让孩子进这个单位啊？就说能，你孩子送外卖，我能放他进去。而且现在确实找工作难，还不能提自己干过脱口秀，要不人家公司也害怕，下午公司出个事，晚上就在开放麦听着了。以前我上班的公司不知道这些，跟我要了些票，然后
那天我是主持人，负责跟观众互动嘛，但没想到他们按山东的规矩，把领导安排到了第一排。我就跟领导互动，我说领导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向您学习，就是请问想像您一样当上领导，应该给谁送礼呢？领导没说话，但是我觉得我的脱口秀判断是准的，我觉得这个互动方向应该是对的。我接着问，那您现在都捞回来了吗？我让领导知道了什么叫互动技巧，领导让我知道什么叫主动离职。主动离职嘛，就是把人恶心走。后来怕闹大了，才赔偿的我 N+1。毕竟裁我这种员工，就相当于裁员裁到头发了，就是不痛不痒，但很容易很难看。但是还是要感谢一下上一个公司，确实也学到了很多。我也是从写周报开始，才算接触虚构文学的。但我水平一般，顶多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。我们经理会写科幻，听经理汇报，你觉得啊，我们的未来是这个样子呀。我们经理刘慈欣，而且过周报也得开个会，各种会太多了，行政会议、销售会议，简称行会受会。经常快下班了说开会，我都纳闷了，是什么让领导一下班了就想到开会？是不是傍晚看见窗外的鸟儿回巢了？一会儿排成个开字，一会儿排成个会字。而且开个会人都齐了，前10分钟再找那个投影仪的遥控器，我都能体会到老师那种生气，就是你一个人耽误大家10分钟。而且我们开会的精髓就在会那个字的写法上，就是上面一个人，底下一个云，所以我们人云亦云。开会好多都是废话，云半天都是白云。我觉得这就是说话的艺术，就是你说废话很难听，你说白云就可爱了很多。就是你不能说直接说领导说话像放屁，但你可以说领导你说话很拉风。恶劣的男的。所以方案经常一遍遍的重来，我感觉我们就是被困住的西西弗斯。前2天我在开放麦室，我说你们知道西西弗斯吗？有个哥们说知道，书店。而且方案失败的原因嘛，就是房间里的大象，大家也不能说，因为是大象叫我们来开会的。老板想融资，想用我们这条草船借鉴，但是投资人聪明，他聪明的跟曹冲似的，他很容易用这条草船称出了房间里的大象几斤几两。但这些跟我们员工没关系，我们不想称象，我们只想抽象。领导非常生气，说这个年纪怎么能追求安逸呢？舒服是留给死人的。我在想，领导为什么叫自己死人啊？我就赶紧过去，我说领导怎么能这么说自己？晦气，打嘴。趁机完成了朝思暮想的抽象。而且一直开会就会产生历史级的灾难后果。我感觉皇帝的新衣就是皇帝穿傻，已经推了好多版的方案了，又熬到后半夜了，大臣们实在熬不住了。皇帝还在光着等下一身衣裳呢，大臣们说啊、这个好看。然后第2天小孩说，可是他什么都没穿呀。然后博主开启了精选评论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穿。朋友们，下午好，我叫高寒，然后没讲那笑啥？其实我去年参加过这个节目，导演说得讲有共鸣的话题。我上台第一个段子，母猪的产后护理，因为我不想为了现场效果讲上海喜欢的东西，艺术永远不会妥协。今天跟大家聊聊 City Walk。不是，我还是讲农村。我家就在农村，我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养鸡跟种地。
我觉得城里人不知道种地多辛苦。我朋友说他知道，他说他学过锄禾日当午，知道农民伯伯很辛苦。我说我从小种地，农民伯伯辛苦，农民宝不就不辛苦吗？就写锄禾日当午这个人绝对没种过地，一天24小时，你锄禾非得挑在正当午，你不中暑谁中暑啊？我不喜欢种地，但我们老师说你要不好好学习，长大了就得种地，所以我拼命学习。我作文写的比所有人都好，他们只会比喻的时候，我就学会了抄袭。抄这个作文选啊，我有一本作文选，一写作文我就选。我抄这个扶老奶奶过马路，真的抄的太好了，给老师看激动了。老师说：“来，高涵，你到讲台上跟全班同学讲一讲，咱村哪来的马路？”那是我童年最尴尬的一天。我发现作文选里这些作文都是城里人写的，农村人抄不了。什么扶老奶奶过马路，没有马路；说坐公交车给老奶奶让座，没有公交车；说去敬老院给老奶奶献爱心，我没有爱心。不，农村这个条件不允许我献爱心。真的，我要是城里人的话，我肯定扶老奶奶。我扶完老奶奶，我都跟她说：“我说，哎，奶奶，麻烦你把你家老头和孩子找来啊，我给你们来一个全家福。”所以这件事之后，我的梦想就变成了进城。初2，同学们都看《乡村爱情》，只有我看《小时代》，跟这些农村人没有共同语言了。那他们在那儿，哎呀，昨天刘能跟赵四打仗太逗了。我说故里的人生都发烂发臭了。当时我对上海的了解全部来自于《小时代》。《小时代》开头第一幕，那个杨幂就说林霄，他说啊，我叫林霄，我是上海万千女孩中最平凡的一个。我信了。我说他是最平凡的，那上海人得啥样啊？2022年我来上海，2022年来的真是时候啊。我心目中的上海是来了就不想走，差不多来了不让走啊。跟《小时代》演的完全不一样，《小时代》里没说从机场打车到宝山得200块钱，下车我说，现在问题好像不是《小时代》，我得整点小鹅代了。第二天我坐地铁，《小时代》里没出现过地铁。不是故里不坐地铁我都能理解，林霄你为什么不坐地铁啊？你是上海万千女孩中最平凡的一个呀。小时代里没有这么拥挤的交通工具，真的太挤了。网上说什么上海人冷漠有距离感，根本不是。刚上地铁我就跟一个上海老爷爷贴了。那当时地铁一刹车，我就知道了什么叫真正的互爷冲击。跟《小时代》完全不一样，《小时代》里他们住在市中心的豪宅，能眺望黄浦江。我住在郊区的隔断房里，我想跳进黄浦江。就我以为只要到上海，我就能从村里人变成城里人，没有，我变成了城中村里人。2个月前就花光了，就是我必须得离开。当时上海也可以离开了。离开之前，我朋友他说要带我玩一下城里的游戏，玩密室逃脱。他说是一个校园主题恐怖密室，给我吓坏了。我说里面 NPC 不会要检查作业吧？我最害怕就是我一进去，那个 NPC 指着我说：“你告诉我，咱村哪来的马路？”那我就太害怕。结果我到门口，他跟我说这个门票得200块钱一张。我说我花200块钱进去为了干啥？他说为了出来。
我说那我不进去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他说你得进呢，这个能测智商，越聪明的人出来的越快。我说真聪明就不应该进去啊。我说这个密室的名字不会叫上海吧？那天我没玩这个密室逃脱，我去 City Walk 了，走到黄浦江边，看着东方明珠，我笑了，露出了跟城里孩子不一样的没有被矫正过的牙齿啊！我感觉爱上发达地区是人类的宿命。当年我太爷闯关东，现在我在这闯浦东。那天我过了很多条马路，我爱过马路，我过的不是马路，我过的是瘾。过马路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了一位老奶奶，我的青春疼痛文学的女主角。我差点哭了。我朋友问我，他说高寒你咋的了？我说没事儿，就是感觉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。讲到这儿，谢谢你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萍。感谢。我这是胳膊呢，是小时候一次意外啊，高压电啊。然后现在视频发到网上了嘛，很多朋友看到了给我留言，说总感觉你讲到最后吧，得从衣服里把手掏出来。雪冰其实是我的真名啊，真名就叫雪冰，下雪的雪，结冰的冰，然后恰好又姓梁。他们说这个名字吧，讲脱口秀不太吉利，一看就容易冷场。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给我发来消息问候嘛，哎，让我觉得吧，自己感觉快火了，我都有点害怕，我就特别害怕吧，这个梁雪冰火了以后，那化成了梁海源。也有朋友啊提醒我要注意一下身材管理啊，我说你懂啥呀？你看我有点胖，那我还接近标准体重呢。我跟你分享一个快速减肥的小妙招好不好啊？他不要。比较第4轮了啊，确实比较幸运。哎，上轮其实表现的不太好，差点就淘汰了。好在是组队战嘛，哎，2个队友特别的厉害，带我飞，直接把我带进了第4轮。我们仨坐在那个晋级区的时候特别显眼，见过吗？一个杨过，2只雕。有朋友好奇我一个手的日常生活啊，有人问我怎么剪指甲，我就统一回复一下，好吧？其实以前对我来说确实比较难啊，我得用2只脚啊夹着那个指甲刀进行粗剪，然后再用牙齿进行精修。后来出现了电动指甲刀啊，方便多了。哎，电机驱动那个磨砂轮，把指甲能剪得很那个安全又方便。而且用了电动指甲刀之后呢，就很少再拉肚了。然后身边有好朋友没见过，好奇啊，我拿给他看，他都不会用，摆弄了半天，差点给我掰坏了。你2只手就是没轻没重啊。其实不光有电动指甲刀啊，还有电动雨伞。一般的雨伞只能打开，但是我没法把它收回来。啊，我要用的话，我就只能往肚子上杵。你赶上连续几天下雨吧，这个肚子受不了。我以为只有我这样，但后来发现有些2只手的人吧，他收伞也往肚子上杵，还留1只手玩手机。电动雨伞其实解决了这个困难啊，哎，它不光能自动打开，还能自动收回来，就是有点贵，哎，一个300多，但是贵有贵的好处啊，几乎不会丢。你别说不会丢了，雨小点我都不舍得用。雨大了我不出门。还有人问我怎么洗手啊，我说反正不是舌头舔。其实小时候还好啊，你可以找身边朋友帮忙，大家都愿意帮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。实话讲，现在有点难，尤其现在这个长相。洗手间里我跟人说，帮我洗个手啊，有点吓人。而且吧，其实普通的时候还好，拿水冲一冲就能洗干净。遇到那种有油污呢，比较难洗，尤其是手背儿，怎么办呢？我通常就顺便啊洗个脸，能理解吧？干净是干净，就是有点慢啊。
后来呢，总结经验，增加效率，我就特意留了胡子。当刷子用，意料之外的好用，因为只需要很少的洗手液，它就能起沫啊。然后有人说这个留了胡子以后啊，看着更凶了。我说那咋办呢？我总不能在厕所里面洗头吧？其实总有朋友啊，看完我演出呢，说我励志。其实实话讲，我不太喜欢，我更希望你说我好笑。我就感觉好像残疾人只有励志一个赛道，你很难听说残疾人躺平，残疾人内耗，残疾人不能内耗，残疾人甚至要治好别人的精神内耗。你感觉好像残疾人永远得正能量，我就感觉好像把10个励志残疾人啊串联在一起，能给城市发电。可能是因为受影视剧的影响啊，很多人啊会带着滤镜看残疾人。我就遇到过，有一次在饭店吃饭，隔壁桌有个大哥喝多了，非要敬我一杯，说兄弟，观察你半天了，你这个手怎么弄的？我说小时候淘气啊，经历这场意外。他说不可能，你上过战场吧？我赶紧解释，我说不是，就是意外，摸电，高压电。他听完以后更兴奋了啊，我懂，保密是吧？还是闪电战啊？我就感觉吧，他不接受一个平凡的我。小时候也是，总有老师啊见我第一面就非常笃定的说：“哎呀，这孩子肯定学习好，啊，左撇子聪明嘛。”你就感觉好像我在四肢健全和左撇子聪明之间选择了聪明啊。有时候你甚至感觉老师拿我当鞭策别人的教具。考试马上要交卷了，哎，老师突然来了一嗓子，说：“哎，你们抓点紧呐，人家雪冰一个左手都答完卷了。”我说这啥意思呀？啊，你别人都是2手答卷啊，一手一个笔左右开弓嘛，我都演不出来，你看。哦，还有身边朋友啊，总给我推送一些世界残疾名人。哎呀，发个视频说，你看，尼克胡哲4肢都没有了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，全世界演讲。我说你给我发这干啥呀？啊，我没有他成功，就是因为我太完整了吧？还给我发那个海伦凯勒，说你看人家又忙又聋，都那样了，还坚持写作。还有霍金都那样了，还研究宇宙。你看现在有诺贝尔奖、普利策奖，我就感觉应该给残疾人设置一个单独的奖项，就叫都那样的奖。只要你取得了足够高的成绩，才被别人说都那样了。你如果一事无成，就只能是就这样吧，那还能咋样？实话讲，我不讨厌这个偶像的力量，但我就讨厌别人总拿残疾人来鼓励我。以脱口秀为例，我的目标是呼兰、周奇墨，但你要非跟我说我的天花板是小佳，对不起啊，小佳，我知道你的偶像肯定也不是黑灯，是吧？就虽然我们仨吧，你看在一个赛道，但我就总觉得我比他俩跑得快呀。你琢磨琢磨。可能啊，我上了节目之后呢，也会有人拿我来激励别人啊。但是我想说的是啊，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3肢健全的脱口秀演员。感谢大家，我是雪冰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瑞瑞，谢谢大家。第4轮，大家写段子的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。就这些演员一天什么事也不干了，为了写段就是疯狂的挖自己所有的痛苦经历。我觉得没有必要。比赛是可以聊点轻松的话题的。我让人绑架过。用道德啊，用道德，因为我楼上有一个5、6岁的小男孩，这个孩子每天凌晨5点左右在楼上拍球。大家知道凌晨5点是什么概念？我都快睡觉了那个点儿。大家知道睡眠不好对身高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我是说孩子啊，我1米多已经非常够用了。太难受了，忍不了了。有一天我上楼去找过他们呢，我到那敲门，然后一个大姐开的门。我说大姐，我是你家楼下的，孩子天天这个点拍球，太影响我睡觉了。我说我都快神经衰弱了，你能不能管一管？大姐也挺客气，说来你管来。这份信任
有点突然呐，我凌晨5点不睡觉上楼应聘月嫂来了。这个 offer 当时我没有接啊，因为那时候我就知道理论和吵架是2个不同的概念。我条理清晰的跟他说：“我说大姐，咱都是邻居，天天如此确实会影响到我，你稍加管制，有点公德心。”大姐说了一个跟整个事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话，她说：“你打我。”我说：“咱们是要跳过所有步骤，直接开打是吧？”大姐把脑袋递过来说：“你打我。”我都懵了，我都没反应过来。我说：“不用，谢谢。”我说：“就聊就行。”但发现真吵不过，真吵不过。比如大姐跟我说：“她说孩子这个年纪就这样啊，狗都嫌。”希望是我敏感了吧？那时候我已经听不懂人话了。真的，大姐说这话让人特别费解。比如她面目狰狞的跟我说一句话，她说：“你记住了啊，你也会有孩子的，你的孩子也会有孩子的。”就挺好的一句儿孙满堂的祝福啊。好，你说大姐疯狂输出，我已经插不上话了，但她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。她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？我一个人带孩子，我容易吗？”朋友们，这话一听完，当时我气势一下就弱了，因为我之前没有去了解过他家具体情况，我只有一个想法：我真该死啊！我跟人吵什么架呀？我说那孩子的爸爸，他说钓鱼去了。我说。我说谁家好人这个点钓鱼啊？他说他嫌吵。最后大姐给我扔下一句说：“你理解一下吧。”关门他就回去了。朋友们太生气了，能理解我那种憋屈吗？我太生气，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，我跟她抱怨这个事儿，我说楼上太吵了，没有素质，还骂我。我没想到我妈站对面，她说：“你为啥不理解人家呀？带孩子不容易，孩子这个年纪就喜欢跑跑跳跳。”我说：“那我这个年纪还就喜欢骂骂咧咧呢。”你拿这个劝我，我妈最让我生气的一句话，她说：“你记住了啊，远亲不如近邻，你们要好好相处。”大家听过这句话吧？远亲不如近邻，这个是元代一个叫秦简夫的人发明的。但你要知道，元代是没有小孩搁楼上排球的。如果当年秦简夫家楼上也有个小孩天天5点咣排球，秦简夫就不会发明什么远亲不如近邻这种话了，他肯定会发明点什么虽远必诛之类的。真的，他让我理解，我是觉得有很多事情是我理解，但是我不接受，这是2概念。因为理解不需要成本，但接受需要。我天天不睡觉坐床上理解他们，定个5点闹钟，早上闹钟一响，打个哈欠，坐在床边抱肩膀开始理解。你看楼上可真不容易啊。他爸还钓鱼去了呢。你说我也不帮人管一管，我还是人吗？然后凌晨5点给我妈打个电话，我说妈，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楼上真的非常……喂，我妈就挂了。就这个事儿得解决呀！当时我放下了我为数不多的素质，我上网搜了一个东西，应该有朋友听过啊，叫震楼器。当时我想的是我要报仇，上网看了一眼，好了得600多，我说10年不晚吧。然后我就采用了一个比较柔和的方式，我也买了个球，一个小篮球。朋友们，这个仇怎么报？就得用80K 的报。啊？什么 ？basketball 篮球？这叫什么？以暴制暴。朋友们，这个是我入行5年以来写过最有文化的一个梗了。当时我凌晨4点下的单，4点半就给我送到了，如此快速怎么实现？
美团闪购才是答案。这钱算咱们一块挣的，那个。他不是凌晨5点往下拍球吗？我4点半往上扔球。朋友们，这个报复方式有点累。它属于伤敌1000自损800那系列的，因为你每次不仅要保证力度，你还得保证能接住。你要是没接住，楼下就上来了。那不成伤敌1000自损1600了吗？但是我想过应对方式，比如楼下真上来找我砸门说你干什么？小点声！我说你信不信？不是我拍的，但我知道是谁拍的，我带你去看看。然后一边上楼一边给他分配任务。我说一会儿啊，大姐会有2个诉求。我呢，负责管孩子。那我呢？我说你动手能力强不强？真的，我觉得现在生活很累了，每天有那么多事要理解。朋友们知道吗？当你不顾自己的感受，一味的理解别人，过度理解是一种病，叫 GDLG。过度理解的首拼呢，就是。就你想想，生活中但凡用到理解这个词儿，就已经注定不是一件好事了。我没看过任何好事让别人理解的。你说我们比赛站几个观众说，我们要给你投300票，你理解一下吧，很好理解。然后你通知我们说，下一轮张绍刚老师有事来不了了，大家理解一下吧，很好理解。这块是因为写不出来了，张老师你理解一下吧。我是觉得理解这个词儿放哪儿都不好听，为了让大家理解说理解这个词儿有多不好听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。你比如说我们的领校员李宇春老师，咱们管李宇春老师叫春春多可爱呀，你管他叫理解好听吗？也好听，叫什么都好听。我是觉得你能自发主动理解别人是件了不起的事儿，但是咱们的感受也同样重要。如果大家觉得什么时候违背自己意愿了，可以说出那句话，就是我理解，但是我不接受。这句话没好使，你可以试试另一句，你打我呀！感谢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杰，你们好吗？谢谢。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就是准备当爸爸了嘛。其实说实话，我真没什么心思创作，我就想等着宝宝出生。直到上周，我在小某书刷到一篇帖子，说震惊，某月子中心跑路。我转给我老婆，我说你看看什么世道啊，月子中心都能跑。我老婆说对呀，得亏咱们在北京生。我说这家就是在北京。我老婆说还好咱们是在朝阳区。我说这家好像也在朝阳，真巧啊，装修风格也像。还好咱是不好，月子中心跑路了。我俩当时都很着急，我老婆急得开始胡言乱语了，说月子中心跑了都怪你，刷什么小某书啊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我当时也做了错事，我当时赶紧给月子中心打电话，接电话的是位女士，很温柔，说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朋友们，人在受到刺激之后啊，大脑是会自我欺骗的。我觉得应该是没电了，因为座机啊很容易没电。我又给那个店长打电话，幸好没有关机，是空号。Sorry, the number is there， 是空号。等我赶到的时候，人去楼空，月子中心已经去中心化了。当然他们走得很急，墙上还挂着那个金牌月嫂的照片。我说这个金牌不会是短跑金牌吧？我一共交了35000块钱。
本来想让孩子赢在起跑线，孩子没起跑，起跑线先跑了。大家想笑可以笑出来，我已经失去月子中心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们了。但很幸运，很幸运，我在接待处的那个手推车上发现了3包纸尿裤，很贴心啊，一定是怕我眼睛尿尿。我说这个月子中心厉害啊，没有服务，但有3包。其实当时挺后悔的，因为我当时就是被那些销售的话术给蒙蔽了。因为那个店长说，只有企业的中高层会选择在这里生。这种话中高层听了没感觉，底层听了立马就把钱交了。交完钱当天就给我拉了那个对接群，群名叫至尊豪华 VIP 专属待产群，感觉我们要生一张披萨。我6月初的时候还在群里说，我说我老婆预产期可能会提前到7月初，店长很积极，好的，我们时刻准备着。我以为是客套，时刻准备着，这不是全员加速中吗？这不是？我不是个例，我上网搜了一下，6月份全国范围内有好多跑路的月子中心。我也是没想到全部集中在6月跑路。我宣布啊，6月以后就是咱们国家的闰月。你知道出事之后群里就没人说话了，我想质问他们，但又怕激怒他们，不给我退钱。刚开始我在群里试探，我说在吗？不回。我说你们真的要离开吗？不回。发红包领了。不回，那个群现在是我的文件传输助手。现在我彻底放飞了，我天天在群里发语音，骚扰他们。我模仿岳云鹏，我说还会再见面吗？月子，再见面你得还我钱呀！月子，月子！疯了，这是真疯了。崩溃了，同行听了我的遭遇之后很同情，说：“哎，你小子又要有素材了。”我宁愿没有这个素材，我一个人倒霉就可以了，家人是无辜的呀。有时真的感觉命运帮我把妻子、段子和月子组成了一个不可能三角。有段子，妻子就没月子；有月子，比赛我就没段子。但我没得选，为了比赛，我只能写段子，是吧？遇上骗子，写点段子。给你们找点乐子，然后接点广子，圈点园子，才能养活这一家子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。如果这是春晚，咱们现在应该包饺子。是的，没了月子，我成了疯子。大家放心，大家放心，大家放心。就在昨天，我们找到了新的月子中心。我老婆的状态也是很稳定的。她说：“这么好的素材，你要是讲不好，你就滚出这个家。”但是经过这个事情之后，我其实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人了。在找新的月子中心的时候，我也学会了，我都先去天眼查风险，但天眼查办会员才能查，不太敢。我怕他们也跑路。后来我是先拿企查查一查天眼查。你知道这个事儿不光影响我，我更害怕影响孩子。一个孩子还没有出生，他就经历了暴雷，我以后就叫雷震子吧。咱们胎教第一课反诈啊！我觉得孩子生下来屁股上都会有胎记，我一看，哦，96110，很难不往最坏的结果想。他现在还在妈妈的肚子里，外面发生的事他肯定略有耳闻。我说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？我说我是你爸，他说你怎么证明？他肯定心里留下阴影。
老师让交学费，我可不交。学校跑了怎么办？我最多日结。我发现现在大家动不动就跑路，开发商、理发店、新能源汽车、美容院，感觉跑路还挺爽的是吧？不然违约为什么叫爽约呀？哎，我真的觉得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张博洋。给不了解的解释一下，张博洋是我们脱口秀行业知名的跑男。都在跑，你怎么防啊？你不知道哪个雷会爆，想投诉电话还是空号，手机打没电了用个充电宝，充电宝也爆。我说这个充电宝上没有3C，但我心里有无数个 C 呀。咱们社会上不是提倡诚信是金吗？啊，我觉得金子没有诚信贵。你看金子现在900多一克，诚信你给我上了一克。现在诚信价格太高了，3万5我都没买到，我诚信不起了。我想咱们能不能把诚信的价格给打下来啊？以后诚信就不是金，诚信是铁，诚信是钢。不说实话我憋得慌。最后我想说点实话。截至目前，月子中心还没有退我钱。我真心的希望月子中心的老板下半子你能平安顺遂。我现在不光期待孩子的出生，也牵挂着老板你呀，你这个出生。谢谢大伙儿，非常开心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还是得有情绪呀。难接，大王难接。这能3来呀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浩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谭湘文。谢谢大家。哎呀，谢谢。哎呀，身为一个男人，哎，心里面都有一个当特工的梦想啊，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特工。哎，对，要经过重重的考核、选拔，万里挑一嘛。对，但是不知道自己行不行。我们可以试一次嘛，啊，模拟一下。唉，马上就要考核了，该击打。新来的，对，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特工，没错。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代号。好，敢问阁下怎么称呼？在下谭湘文。好，现在谁姓在了，大哥呀？姓谭嘛，肯定是谭湘文。我跟你说清楚，你看我们组织之前有个人，他们说他是夜里的魔鬼哦，他的代号叫做夜魔，好帅啊！而我的代号闪电的闪，飞鸟的鸟，像闪电一般迅捷的速度。你猜对了一半哦，是因为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我的队友让我杀人，我都会跟他们说闪鸟都不容易。什么破代号了？猜对一半在哪里了？他这个名字不好啊，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代号。什么代号嘛？你觉得徐浩伦这也一般，晓得吧？我叫谭湘文，蛮好的，知道吧？代号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你的枪法。你的面前有把枪，拿起它来，打靶，砰，10环，砰，9环，砰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有一个致命的问题。什么？你不够稳定。我打得蛮准的，没有那么稳的人。有谁啊？一个真正合格的枪手，不会着急开枪。哦。他会调整自己的呼吸节奏，3、2、1，啪，5环，打到谁了呀？打到岳云鹏了是吧？你是？我比你稳定。稳定有什么用？5环打不死人，打不准了，大哥呀。枪法不重要哦，重要的是你的身手。我身手很好。什么叫唯快不破？一个特工，什么叫快？什么叫准？什么叫哼？你有狂犬病吧？你发病讲一声好不好啊？身体素质不错，我都没碰你，关身体素质什么事了，大哥呀？那你伸手扶老子一下会死啊？好，好了，伸手这关上你过了，这就过了。哦，伸手这一关只要伸手就可以了是吧？
可以，没问题。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任务，实战演练。对，好。但是在出发之前，出于你的安全考虑，穿上这件背心。传说中的防弹背心，纯棉背心，纯棉背心就不穿了，知道吧？纯棉背心穿它干嘛了？这是一件红色的纯棉背心，有什么用呢？它不防弹呢？它可以让你在中弹的时候你看不出来。你神经呢？你是？我看不出来，我会痛了，我会倒下噻，我。没有关系啊，你要知足。我怎么了？你看我穿的是什么？防弹的西装，防弹的领带，防弹的腰带，防弹的鞋子，防弹的裤子，穿的蛮好了，在这里啊。但是你啊，有一件质量相当好的红色纯棉背心，那能质量好到哪里去？你都是防弹的那个。还出发了？哎呀，不出发，我不出发的，凭什么了？啊，你一身的防弹就搞了，我这一件背心盆你搞，你把我当什么？当成龙搞在这里啊？你不是有没有适合我的装备嘛？我穿着好吧，我穿着。这个柜子里面装的是我们组织里面最恐怖的武器哦，去感受它那钢铁肌肤，嗅一嗅还残存的战争的硝烟味，去看，去摸，去嗅，是不是令你着迷？没错，给你正式介绍一下，刘哥。刘哥是谁了？大哥呀，是个人啊！你疯了啊！我抓个男的闻半天，我变态呀！我是。刘哥是谁了？刘哥干什么的了？刘哥啊，是我们组织里面的炸弹专家。炸弹专家，他专门做螺蛳粉的，晓得吧？他是炸弹专家嘞！哎，我也可以爆破专家了。时间部的人啊，可以出发了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的座机，上车。我上来了来。我说刘哥，刘哥不上来了啊，超载了，知道吧？那你打车过去给你报销。好了，出发喽。到了，没到。好，这下到了。怎么老是没到了？什么摩托车了？这是？老子要换气不？什么摩托车要换气了？大哥呀！啊，到了。干嘛？去哪里？我这里不让停车的。不让停车也要停在这里，是吧？你陪我做任务了。说到任务啊，面前这栋楼就是我们的目标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 I can hear you。海绵宝宝，你是？准备好了嘞？你准备好，我又没准备好。那准备吧。在任务开始之前，我喜欢给自己来一针这个。这是什么呢？哎呦，肾上腺素。苹果醋。苹果醋有什么好打的了？你直接喝不快一些，打什么打呢？啊，还尝得到酸味嘞，在这里。你要不呢？我不要。我们的第一步怎么进去？门口有个彪形大汉，我上去搞死他。不要着急，贸然行动会让你丢了自己的小命。敌人在明，我们在暗，可以合理的利用自己的武器。有枪？对，拿着，记住我跟你说的那些要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开枪会不会暴露我的位置？啊，聪明，但我可以让他无声无息。哦，消音器。调整呼吸，3、2、1，啪！我装了什么东西？声音这么大了，在这里啊？哦，装错了，装成喇叭了。装什么喇叭了？在墙上面？谁在墙上面装扩音器了？疯了吧？他死没死嘛？他有没有可能是被吓死的嘞？他是？他死了就可以了。下一步，我们要怎么进去这个门啊？告诉你一个成熟的特工会干什么？怎么嘞？开下门呢？你蛮有礼貌嘞，你还？敌人怎么会给你开门？他过不来了。我也进不去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给你放门口了。什么东西放门口了？是外面的暴力破门了，快点了！啪！没人了，没人就好不？有人不就死了？哎，闪鸟，过来，闪鸟来。这里有一个倒立的花瓶，哎，有没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呢？谨慎是好事，但是过于谨慎会让你技术变形，不要大惊小怪，自己吓自己。有没有可能是个普通的花瓶呢？是吗？里面有人？怎么可能有人呢？花瓶里面啊，里面有谁了？他乾隆呢？录款录里面录外面，我一般都是仔细看清楚喽。是录款了，2月29号喽，2月28号啊，2月20怎么老在变这可能不是录款时间，这有没有可能是个倒计时呢？这有没有可能它是个炸弹？炸弹不炸弹了，好不好？螺蛳粉啊，你别动啊！这是一个水平炸弹，
我晓得。你能猜是吧？我觉得我们两个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首先要感谢腾讯这个平台，效果文化传媒有限。有毛病吧你是？水平炸弹不是你说一番有水平的话，它就不炸了嘞。我跟你说。快点想办法猜了。我没办法，那就刘哥能猜。喂，刘哥啊，我们他还没出发。他怎么没出发？你不喊他打车了吗？在排队。他为什么要排队呢？我只给他报特惠快钱。你无聊嘞，在这里啊！你给他打个专车会死的。我想到了，我是这样，我们两个现在都不能猜。我有个办法，就是我去接刘哥，你帮我拿炸弹。我帮你拿炸弹。啊，我帮你拿炸弹，你接刘哥，你还回来吗？我肯定会回来。肯定不会回来吧？真的是了，我手上没炸弹，我先走了。啊，你走吧。反正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对这个社会没什么贡献。你走吧。我是一个孤儿。你走吧。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我从今天来，也从今天走。来，给我！哎呀，真的是服了你了，真是。那还不是？咋了？哎，等一下，干嘛了？你干嘛去了？我过生日去了。你过生日拿我做庆祝啊，在这里啊，把我当蜡烛搞在这里啊。你走吧，反正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贡献。那不正好？哎，错了。猜一下。这个炸弹啊，捡红线我们活下的几率是50%，捡黄线我们活下的几率也是50%。那我两个一起捡，100%会炸，晓得吧？没这么算概率的啊。那就搏一搏，那就不管了。那不，捡出就炸了。没什么时间了。假如这是你生命中的最后1分钟，你有什么话想对某个人去说不？我想跟我妈妈讲，我以前还是有些叛逆了，未来没有我的日子你好好过，好吧？这是我的遗言，帮我转告给她。我不帮别人转告遗言呢，有什么话你自己亲口对她说。我把你妈妈叫过来了。你有毛病吧？妈妈回去，走，好危险，有炸弹，妈妈快走啊！你解吧。3、2、1。哎，捡对了嘞！哎，3秒，好厉害呢！怎么回事？哎，请问，蔡正文哎呀，就炸死老子一个人啊！为什么炸死的不是我？你自己不清白是吧？你一生都是黄蛋的嘞，朋友啊！哎，抢救，对，抢救，快摁他2下，别打苹果醋了，没有用了，你多按2下都活过来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！炸成直升机背心了，你的背心质量太好了吧？人都炸没了，背心还在呀！没关系，你没有白白牺牲啊！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们完成不了这么艰巨的任务。什么任务我都不知道，任务是什么？我就陪你骑个摩托车进门就被炸死了呀！你不是一直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代号吗？我没有代号啊，现在有了。你是一个来自东方的英雄特工，对，冬阴功。神经病吧这是！哎呀！